一艘战列舰单挑全球，170亿美元打造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值不值这个价？170亿美元造一艘战列舰，不少人估计要说疯了。毕竟美军目前最强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才130多亿美元，更不用说在现代海战的物理学教科书里，有一个在1945年就被彻底验证过的铁律：大炮巨舰打不过舰载机。1992年，随着密苏里号退役，战列舰从美国海军的作战序列中被彻底除名。驱逐舰扛盾、航母输出、潜艇洗地是现代军事不变的理念。但是历史的齿轮在2025年12月22日这天被硬生生地卡住，并被强行向后拨转了80年。就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特朗普对着全球的镜头抛出了一份让人头皮发麻的造舰 PPT。美国将重新建造战列舰，首批2艘，后续8艘，最终目标是一支由20到25艘组成的黄金舰队，并且打破了美国海军用州名命名战列舰的100年传统。这款超级战舰被直接命名为特朗普级。那么这艘单舰造价预估高达170亿美元的钢铁巨兽，其纸面战力到底有多恐怖？它的生存率又是怎样？要评估特朗普级的战力，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被设计的。根据白宫发布的初步设计指标，特朗普级的满载排水量设定在34000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目前美国海军绝对主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不到1万吨，之前被军方视为失败的科幻试验品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排水量是14500吨，而二战后期最后一代正牌级战列舰伊阿华级满载排水量是58000吨。特朗普级的吨位卡在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区间，它比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大2倍以上，但又比二战战列舰小1半。这种吨位设计意味着它无法像伊阿华级那样扛起9门406毫米口径的超重型主炮，并在全舰覆盖厚达40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现代工程学不允许，预算也不允许，所以特朗普级的核心战力根本不是火炮，它的底盘是为了装载一样极其致命的东西——海量的垂直发射系统与核巡航导弹。目前，一艘近万吨的伯克级驱逐舰拥有96个 Mk41 垂直发射单元，按照舰体容积的等比例放大，并取消传统战列舰沉重的弹药库、炮塔旋转机构和厚重水线装甲。一艘34000吨的特朗普级理论上可以轻松塞进300到400个垂直发射单元。大家或许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3到4艘神盾驱逐舰的火力集中在了一个平台上。但特朗普在发布会上提到的核心卖点不是发射常规的标准6防空导弹，而是明确指出该舰将具备发射核巡航导弹的能力，这才是特朗普级真正的战术定位，一艘海面上的移动核潜艇。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军确实在水面舰艇上部署过携带 W80 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后来因削减核武器条约被全部退役。如今特朗普级计划重启这一战术核威慑能力。设想一下，一艘特朗普级的垂直发射管里装载着数十枚甚至上百枚携带低当量战术核弹头的新一代隐身巡航导弹，只要他接到总统的指令，就可以在半小时内将几百个高价值目标抹除。这种极端的火力密度确实满足了特朗普以绝对实力求和平的暴力美学追求。纸面火力天下无敌，但现代海战是你得先活下来才能开火。特朗普级战列舰存活率又是怎样的？让我们来看看34000吨这个数据，这个吨位比一艘现役重型巡洋舰大3倍。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不再是装配406毫米的巨炮，而是复活了美国海军构想已久却一直未敢尝试的终极概念——武库舰。34000吨的庞大舰体意味着它拥有极度夸张的内部容积，取消了航母巨大的机库、沉重的弹射器和航空燃油库，取消了传统战列舰厚达半米的装甲带，这些腾出来的空间全部用来挖坑、挖垂直发射井。一艘伯克级驱逐舰装96个 VLS， 按照等比例空间计算，一艘特朗普级可以极其轻松地装下400到500个垂直发射单元，甚至如果采用更大型的发射筒，它还能装载体积更大、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超高音速对地打击导弹。这是什么概念？一艘特朗普级战列舰的火力投射量
等同于大半个航母打击群的护航编队火力总和。在实战推演中，当美军需要敲掉敌方严密的 A2、AD 防线时，特朗普级可以在几百公里外，在10分钟内倾泻出300枚隐身巡航导弹和防区外打击武器。这种在极短时间内由单一节点爆发出的超高密度饱和攻击，足以压垮目前地球上任何一个区域防空系统的数据处理上限。它是名副其实的一剑破一国的火力堡垒。当然，现代海战火力强悍的船舰与武器数不胜数，大家比的不是谁的炮更大，更比谁抗揍。如果带入到真实战场，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抗揍能力又是什么水平？特朗普级的概念刚提出，就涌现出不少反对者。这些人最大的攻击点是船太大，隐身差，是一发入魂的活靶子。这个说法就错在他们把水面舰艇的生存能力仅仅等同于不被击中。殊不知，在高超音速时代，美军高层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水面舰艇能够做到100%不被击中。伯克级防空再强，面对8马赫的饱和突防，也大概率会漏掉几枚。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砸中一艘9000吨的伯克级军舰，会瞬间断成2截，当场沉没。既然躲不掉，也拦不完，怎么活下来？答案只有一个，靠冗余度硬扛。这正是战列舰的灵魂。34000吨的巨大舰体赋予了特朗普级极其变态的抗战损能力。它不需要像2战战列舰那样铺满重装甲，但它可以利用庞大的内部空间，设计极其细致的水密隔舱、多重物理隔离的弹药库防火门，以及极其冗余的备份动力和电缆系统。即便遭到2到3枚常规反舰导弹的直接命中，虽然上层建筑会受损，但依靠34000吨巨大的浮力储备和隔离舱，它大概率不会当场沉没。它依然可以保持部分动力和火力通道，继续向敌方倾泻导弹。这种吃你3发导弹，我能还你300发的硬扛能力，是任何8、9千吨的驱逐舰都不具备的。更何况，特朗普级并不是孤军奋战，它本身就是整个防空网络中的超级节点，依靠庞大的舰体供电能力，而且极大概率为核动力，搭载比 SPY-6 更加庞大、功率更高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它甚至有足够的电力储备，为未来上舰的高能固态激光防御武器和微波定向能武器供电，用光速激光烧穿来袭的无人机蜂群和反舰导弹导引头。这是驱逐舰那点可怜的发电功率根本无法支撑的。特朗普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该舰将具备发射核巡航导弹的能力。这一句话让这艘船的战略价值直接拉满。冷战结束后，美国水面舰艇撤装了携带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目前美国的核威慑主要依靠战略核潜艇和隐身轰炸机，但核潜艇通信困难，反应速度较慢，轰炸机出动容易引发极高的预警。将核巡航导弹重新部署在水面巨舰上，是美国海基战区核力量的强势回归。这意味着特朗普级游曳在全球任何热点海域时，都在向对手传递一个极其明确的核底线警告。它可以在不动用战略核武器的情况下，提供一种极其灵活的、看得见的战术核威慑。敌方在决定是否对这艘34000吨的巨舰发起攻击时，必须掂量一个后果：攻击这艘船等于攻击美国的核资产，极易触发美军的海基战术核反击。这种战略上的捆绑，反而是对该舰最好的生存保护伞。不过，特朗普级并非没有对手，他的对手是自己人。目前，大众对特朗普级建造计划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造船工业产能上。美国本土造船厂确实面临严重的熟练工人和基础设施短缺，难以独立完成如此庞大的新舰建造。但特朗普政府大手一挥，表示我这里缺人，但我的朋友不缺人呐。美军直接将这级战列舰交由韩国韩华集团位于费城的韩华费城造船厂负责建造，并且韩华集团承诺投资50亿美元支持美国本土造船业。韩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高效、最先进的民用及军用水面舰艇造船工业体系，他们拥有顶级的重型龙门吊、极具效率的分段模块化建造技术以及充足的工程管理经验。美国出最核心的作战系统设计、核动力技术、雷达火控和武器库，韩国出底盘建造产能、施工管理以及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种深度捆绑盟友工业产能的离岸加在岸联合造舰模式，直接绕开了美国本土造船业的工期拖延和产能瓶颈。它不仅保证了特朗普级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船体合拢下水，更借机利用韩国资本对老化严重的美国费城造船设施进行了现代化的翻新和重组，用一笔订单盘活一个死水一潭的产业基地。在战争经济学上，这是一步极高明的盘活大棋。提到经济，我们的话题又得回到造价上来。170亿美元的单件预估造价，甚至比一艘10万吨级的福特级航母还要贵。但是买军备不能像买白菜一样只看单价，必须看这笔钱在整个作战体系中换来了什么。航母虽然造价130亿，但这只是一个机场的钱。航母要形成战斗力，你还得花上百亿美元去买70架舰载机，还得花海量的资金去培训飞行员。而特朗普级战列舰这170亿买来的是一个自带无线续航、自带超级雷达，且一次性打爆了400个导弹发射通道的极战力堡垒。它不需要庞大且脆弱的舰载机联队去执行打击任务，依靠导弹，它就实现了人员的极度精简。它不再需要像航母那样维持4-5千人的庞大舰员编制。自动化和无人化技术的引入，可能使这艘巨舰的舰员数量压缩到几百人以内。在全寿命周期内，它节省下来的人员开支、舰载机维护和燃油消耗，将远远抵消其初期高昂的建造成本。更重要的是，只要有几艘这样的超级武库舰游曳在岛链周边，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退到2-3千公里外的绝对安全区，由特朗普级在前沿充当火力输出中心和雷达诱饵，由后方的航母通过数据链提供空中引导。他用170亿美元的身躯保护了后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航母编队核心资产，这个价绝对超值。总的来说，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艘被打破100年命名传统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绝不是二战巨炮主义的简单复辟，它是美国海军在 A2、AD 体系挤压下进行的一次极端理性的火力重构。面对隐身战机腿短、驱逐舰防空弹药不足的死穴，特朗普级用34000吨的庞大身躯换取了令人绝望的导弹载弹量、极高的抗打击损管冗余，以及足以支撑未来定向能武器的海量电力。那些嘲笑它是活靶子的人根本不明白，当一个靶子拥有反杀一切的能力，并且硬到打不沉的时候，它就不再是靶子，而是主宰战场的战神。至于这支黄金舰队能否最终驶向大洋，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分析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的成型，您认为这种搭载海量垂直发射系统的超大型水面舰艇是否将成为突破防空网的终极利器？韩国造船企业的深度介入又将如何重塑美国海军的产能版图？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